萧炎、灵动、沐尘、吴雪，他们4人经过漫长的几天跋涉，终于穿越了鬼魂森林的阴森笼罩，每一缕风都带着诡异的呢喃。他们的脚步踏过厚厚的晶体之上，发出沙沙的响声，那是他们与这片土地唯一的声音，交流这片森林。广阔无垠，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静谧，偶尔传来的幽鸣吼声更是让人惊心动魄。鬼混森林的深处，空气弥漫着一种湿润而冷清的气息，感觉有着危机四伏，阴影中仿佛随时都有不知名的恐怖窥视着他们，让人心神不宁。然而随着他们的脚步深入，那些潜伏的危机仿佛是受到了魂王命令的威慑，悄无声息的退避三舍。萧炎他们虽然疲惫，但脸上却写满了坚定。他们加快了步伐，向鬼魂森林的尽头飞快地掠去。要不是这一次魂王亲自放他们过去，恐怕在这数日的穿梭中还会付出一些代价以及时间。不过好在他们最后穿过了森林的尽头，当他们终于抵达森林的边缘，一道巨大的天幕出现在他们眼前，那是一片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壮丽景象。天幕如同一块巨大的画布，悬挂在虚无缥缈的虚无之上，洒下幽冥的诡异光芒，光芒中仿佛有着无形的力量，让所有靠近他的灵魂都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萧炎他们站在天幕之下，感受着那不属于人世间的威压，心中升起一种前所未有的敬畏之情。萧炎他们知道，尽管穿过了鬼魂森林，但前方的路途仍旧充满未知与危险。然而在这巨大天幕的映照下，他们的眼神变得更加坚毅起来。没想到穿过了鬼魂森林之后，还有这样一道东西存在。如果没有猜错的话，那3名鬼府应该就在这天幕之后了。灵动的声音缓缓地响了起来。这神冥界还真是一方庞然大物，每一处区域都是有着与众不同之物，而且其中还有着无比可怕的能量，那些能量都是针对体内的神魂。沐尘自然也已经在天幕上感受到了那股针对神魂的能量波动，喃喃道：“3名鬼府就在前方了。”林兄，沐尘，我们走。萧炎已经又进一步，也马上就要看到虚儿、彩灵他们魂魄了。这一次一定要复活他们。萧炎、灵动、沐尘、吴雪他们4人再次踏入了虚无中的神秘的天幕中。然而在他们进入的一瞬间，一股无形的力量如同潮水般涌来，天幕之中光芒开始暴涨，宛如太阳表面爆裂的药般，璀璨而剧烈。一股无形而强大的能量波动席卷而来，犹如狂风暴雨，无情地将他们震退，仿佛撞上了无形的屏障一般。他们的身体在强大的推力下急速倒飞而出，最后在雅约的距离之后，再缓缓地稳住身形。萧炎他们紧闭着双眼，强忍着神魂深处传来的撕裂般的疼痛，但他们的脸上写满了坚定与不屈之色。活人竟敢擅闯此地，这里是鬼府之地，活人一律不得进入，不然夺神魂。一道悠悠的声音从天幕中传荡出来，这道声音竟是从这天幕中散发出来的。看来这天幕不仅仅是一道屏障，更是守护着这片鬼府之地的神灵意志。不过即便如此，我们也必须攻破这天幕。萧炎的声音中透露出一股不容置疑的决心，灵动、沐尘也纷纷咬紧牙关，眼中闪烁着不屈的光芒。尽管他们对眼前所发生的一切感到震撼，但神情坚决，没有一个人有退缩之意。他们3人以及吴雪此时也上前帮忙，爆发出惊人的神之力量，想要从这天幕中击穿出一道空洞出来，能够让他们顺利的从那空洞中进入到3名鬼府之地。萧炎凝眉立于虚空，双手握拳，全身被大道神力包裹，如同神圣降临。他的一双眼眸中闪烁着言之一道的大道之威，旋即凝聚成一道道玄妙的道光，犹如神灵之怒，直接冲击在那天幕之上。灵动与沐尘的2个大道之威也紧跟其上，化为玄妙的道光，穿透虚空，直至那天幕。吴雪长发如瀑，身姿轻盈，他的手掌挥动间，强大的神迹破空，攻势冷厉而迅捷，如同风中凌乱的冰刃，划破天际，使得四周温度骤降，凝结成一片片寒霜。随着萧炎、灵动、沐尘、吴雪4人的3个大道之法与吴雪的强大神迹完美融合，化作一股股无形的巨浪，向着天幕狂涌而去。这一击足以震撼9天10地，让所有力量都闻风丧胆。轰轰！突然间，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在虚空中炸响，天幕仿佛被无形之手撕裂，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涟漪。这股恐怖的威力仿佛要撕裂天地，将一切卷入无尽的混沌天幕之上。星辉烁动，一股神秘的力量在夜色中酝酿，突然被一阵涟漪打破平静。波纹似有形之手缓缓拉开帷幕，宿命之光如同细丝从天际尽头蔓延而来，瞬间布满整个苍穹。它的光辉不是刺眼的亮白，而是一种深邃的幽深色，仿佛能吞噬一切无形透明的存在。萧炎、灵动、沐尘、吴雪体内的神魂在这一刻被无情的被宿命之光洞穿，仿佛命运的长河中，他们的神魂只是脆弱的渡船。他们挣扎着想要抗拒这无形的宿命牵引，却发现大道神力在宿命之光面前宛如薄雾御风，难以抵挡。然而那光芒如同洪流，无情地吞没了他们的任何力量，并且将他们的神魂无情地拉扯向天幕深处。不好！萧炎口中低喝，却只见一道光华闪过，他的神魂已被洞穿，无力地在天幕之上飘荡，与自己的肉身遥遥相望，却再无连接。灵动紧随其后，他的神魂在宿命之光的拉扯下也被吸扯进入到了天幕中。他极力抗拒这股力量，
可是却无法改变这宿命的安排。牧尘的神魂如同被巨兽无情的吞噬，即便挥动着大道神力，也无法阻挡宿命之光的侵蚀。他的神魂逐渐变得模糊，直至消失在天幕的深处。三人的肉身僵立原地，神魂已逝，只留下空洞的眼眶以及他们曾经坚毅的身影，与这无尽的天幕相对，诉说着一段段未完的故事和遗憾。宿命之光再次平静下来，仿佛从未发生过，但天幕上留下的涟漪却记录了这一刻的惨烈。唯有吴雪，他的神魂似乎并没有被这股宿命之光所洞穿。就在刚才，那宿命之光洞穿了萧炎、林动、沐尘三人时，竟是神奇般的绕开了吴雪的身躯。但吴雪现在看到萧炎他们的神魂被吸入天幕中后，他的心情十分的糟糕。他纵身一跃，运转全身全部的神力，化为一道冰雪之剑，直刺天幕之上。除了一道尖锐的声音之外，天幕便没有其他的巨大的反应。萧炎，吴雪望着失去神魂的萧炎，那道深肉深似是无力的出声。他没有办法，自己的实力太弱了，根本没办法从天幕中救出萧炎他们。与此同时，萧炎他们被吸入天幕中的一处空间内。这里是哪里？萧炎紧闭的双眼猛地睁开，瞳孔中透出一抹惊慌，四周是一片虚无的空间，没有实体，没有颜色，只有无数光线穿梭交织，如同宿命的织网。每一次光线的交汇，都似乎在刻画着不可避免的命运。他的神魂在这无尽的虚空中漂浮，每一次光线的交错都带来刺骨的疼痛，像是神魂被无情的撕扯。灵动和沐尘神魂同样感觉到了这股无比刺痛的感觉，他们的神魂仿佛被无形的宿命所束缚，无法逃脱在这片空间中。他们感到无力，仿佛一切努力都将被这片虚无所吞噬，只能被动地承受着宿命的摆布。四下望去，只有光线在不断交织，形成一个个扭曲的图案，像是在诉说着一个又一个未知的故事。然而这些图案对萧炎他们来说却如同噩梦，每一次的观察都让他们的神魂更加痛苦。在这片由光线构成的空间里，他们感受到了深深的绝望，每一次光线的跃动都像是在提醒他们，无论他们如何挣扎，最终都无法逃离这片由宿命编织的牢笼。萧炎紧咬着牙关，忍受着疼痛，心中却在无声的呐喊，寻找着一线生机。天幕之中，宿命之光如同细丝般交织缠绕，在他们的中心汇聚成一个璀璨的光点，逐渐扩大，形成一个巨大的空洞。这个空洞仿佛能够吞噬一切魂体，它无声的旋转，却带着无法抗拒的力量。萧炎、林动、沐尘他们三人站在远处，可以看到天幕中靠近空洞的附近有着诸多魂魄，如同流萤一般被卷入空洞之中，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危机感。突然，光洞猛地扩张，其直径迅速增加了数十倍、百倍，周围的宿命之光如同被无形的大手操纵，纷纷投向那深不见底的光洞。萧炎他们只觉得一股强大的吸力扑面而来，仿佛要将他们的神魂也卷入这个光芒四射的深渊。他拼尽全力想要抵抗这股吸扯之力，但就在此刻，他们发现自己的力量竟是如此渺小。准确的说，神魂在这光洞面前没有任何的反抗之力。四周的光影在扭曲，在变换，仿佛整个世界都在旋转，唯有那个巨大的光洞依旧在沉默中绽放着夺目的光辉。萧炎、林动、沐尘三人的心中升起一抹绝望，如果一旦被吸入那光洞之中，就将永远失去自由，成为天幕深处之下的永恒囚魂。这样下去，我们的神魂真的会成为天幕中的囚魂了。萧炎感到自己的神魂不受控制，被那光洞中的可怕吞噬之力所吸扯而去。萧兄，这样下去我们都有危险啊！林动眉头紧皱，他的神魂都抽出来之后，就与祖符之灵断开了联系。现在的他也没有任何的办法可以从这里逃脱出去。我的神魂力量在这里也毫无作用。沐尘一直在尝试着自身的神魂力量，可是都无法逃离这天幕宿命般的束缚。而萧炎目光望向那巨大的空洞上，他的脑海中不断的飞过无数个能够解决目前情况的想法。神魂只针对魂体的虚无空间吗？小家伙，你用神魂天级试一下，或许能够在那1秒的时间中让你们逃脱出来。就在萧炎陷入沉思的时候，萧炎的识海中便是有着粉老的声音传荡出来。粉老，你在哪里？我不是被抽离神魂进入天幕，难道你也被这天幕吸进来了？萧炎目光不停的在四处扫荡而去。老夫自然在焚绝空间啊，但是现在时间紧迫，至于为什么能够与天幕中的你沟通，解释起来也相对的复杂。只要你现在施展神魂天级，就可以影响到这里的能量磁场1秒，你们就在这1秒的时间中迅速离开。粉老的声音再度响起，对萧炎讲解起逃生天幕的方法。神魂天级后，萧炎一鼓作气，也不敢再浪费一点时间，因为在这里多待1秒都是非常的危险。林兄、沐尘，等会我施展神魂天级神技后，你们需要在那1秒的时间内冲出去，不然我们就真的会永远被困在这里。萧炎神色严肃无比的对着林动、沐尘说道。他们听见之后，刚刚绝望的神色也是带着一丝希望之光微微绽放出来，然后郑重的点点头道：1秒的时间吗？看来需要空间祖符的力量将天幕的空间与外界的空间进行互换，这样会更快一些。为了能够万无一失，林动也严阵以待，在这瞬间之际催动5行之术，以空间祖符为主，其他9道祖符为辅，这样一来能够使得空间祖符的力量达到最大化。在那1秒钟的时间里，
应该可以完成对空间位置的互换。好，准备！萧炎的声音一落而下后，他的神识海中心一缕透明的光点孕育而生，它如同初生的晨星，虽然微小，却蕴含着无穷的潜力。这道光点仿佛拥有自己的意志，它缓缓扩张，周遭的神识波动被它牵引，如同水滴落入汪洋，再也无法逃脱。那强大的吸扯力随着光点的不断扩大，它开始散发出一种令人心悸的波动。这种波动恐怕应该就是神魂天级的第3式神魂破天级。光点的扩张没有停止，它变得越来越亮，仿佛要将整个神识海都吞噬进去，成为一片死寂的虚空。在这道光点无限扩大的过程中，萧炎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强大神魂力量。曾经在他神识海中自由游荡的记忆碎片、情感涟漪，都在这股力量面前变得渺小，直至消失无踪。这片神识海由光点所过之处后，仿佛是一方苍穹的诞生一般，它的边界模糊不清，仿佛包含了无限的可能和未知的强大力量。一道望不到边际的苍穹，万物在这道光点的吞噬下都化为了虚无，就连时间似乎也在这片苍穹中失去了意义。在这苍穹之下的万物都难以逃离它的吞噬攻击。萧炎此刻也是在自己的神识海中感受到了那一方磅礴无比的苍穹神魂。不管是多么强大的神魂力量，在萧炎的这道绝对苍穹神魂力量下，都会显得无比的脆弱。他也清晰地感受到了一股无比强大的力量，那是对毁灭的驾驭，对新生的期望。在这场神识海的演变中，萧炎感受到了神魂破天级的奇妙之处。没想到这神魂破天级的力量竟是如此的神奇妙法，诞生独自一方的苍穹。任何力量如果被吞噬其中，一旦这一方苍穹毁灭，那么被吞噬其中的任何力量也都会烟消云散。这一招简直就是无人能够匹敌的存在。换一句话说，这简直就是一招集一方世界的力量，击杀这一方世界中所有万物的绝杀。不过现在的萧炎所面对的乃是神冥界中的规则，所以即便萧炎的这一招神迹无比的厉害，但也不可能撼动这里的规则，所以能够影响到1秒的时间，这已经是神魂破天级的恐怖之处了。如果换作是其他东西的话，那么以萧炎如今的实力施展这一招，恐怕威力无穷，即便是比大道主神后期都怕是要避之锋芒一下。不然神魂一不小心被这股力量吞噬，那么可就会孵出一些东西出来。那远处的巨大空洞彻底的发挥出恐怖的吞噬力量，将在这天幕中所有的魂体全部吸纳其中，并且成为天幕中的永恒囚魂。那么这些囚魂也再无转世的机会，他们都会永远的在这里成为天幕的囚魂。随着空洞的那股力量越来越大，萧炎、林动、沐尘3人的神魂也被这股力量笼罩，一瞬间就被吸扯了过去。眼见要即将被吸入那巨大的空洞之前的那一刻，萧炎将全身大道神力催动要极致，稳住身影，双手伸展而开。而后他那深邃的眼眸中射出一道苍穹般的光芒，仿佛有一方苍穹在其眸中流转。神魂破天级，一声浑厚且充满力量的响起。在这一刻，无形的力量如狂澜海啸，以萧炎为中心，向四面八方疯狂扩散。这力量的速度之快，只能用瞬息万里来形容。它将空间扭曲，时间被凝固，周围的一切都在这股磅礴苍穹神魂力量面前变得模糊不清。灵动和沐尘也感受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压力，仿佛将置身于一个全新的世界，一切都是那么陌生而又震撼。而那空洞仿佛是吞噬万魂的一个入口，虽然表面是光亮散发，而里面却是暗无天日，深不见底。萧炎的神魂破天级在一刻化为天际最亮的星，璀璨夺目，不畏黑暗。他的眼中闪烁着坚定与不屈，一道道神魂之链如龙蛇般腾空而出，交织成一张大网，锁定那肆虐的空洞。空气中弥漫着电火花的味道，两股力量的对撞让整个空间都为之颤抖。紧接着，灵动的身影犹如幽灵般出现在战场边缘，他手中的空间祖符力量也已经凝聚着同频的震动频率，与萧炎的神魂力量遥相呼应。他深吸一口气，将所有空间祖符力量汇聚在掌心，猛然向前一推，一股凌厉的气浪随之破空而出。两人的力量在那一刻达到了巅峰的契合，苍穹神魂的力量如同太阳般耀眼，将整个空洞彻底笼罩。在那决定性的一刻，所有的虚无与混沌都被斩断，无穷无尽的力量仿佛利剑，直接将那空洞的能量停滞了片刻。就在这1秒的时间中，周围的那股能量顿时平静下来。萧炎和灵动并肩而立，他们现在虽然是神魂体，可他们的脸上依旧挂着无比疲惫之色。空洞在这一刻被苍穹神魂的力量所暂时压制，但其中的恐怖能量余波仍在四周空间中回荡，仿佛很快就会将苍穹神魂的力量击垮。就是现在，萧炎的声音如同雷霆般在空中炸响，他的眼中闪烁着最后希望的光芒。这一刻，整个空间仿佛凝固了一般，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息。灵动紧随其后，他的手掌陡然挥出，带起了一股看不见的波动。那空间力量仿若一头觉醒的巨兽，从他的掌心喷薄而出，随之而来的是空间的震颤，仿佛被无形的利刃切割，裂开了一道道幽深的缝隙。这些缝隙如同黑洞，深不见底，吞噬着周围的一切。灵动的力量与远在天边的某一处空间产生了奇异的共鸣，两处空间开始扭曲，缓缓移位，仿佛两块拼图在神秘力量的作用下找到了正确的契合点。突然间，苍穹神魂的力量
如被那空洞的无形力量化为的巨剑所斩，一瞬间崩溃而去，化为星光点点消散于那空洞之上，而整个天幕仿佛被一只从空洞中伸出的无形手掌所彻底的笼罩，变得暗淡无光。在其中的无数魂体对于突如其来的变故中惊恐失色，他们试图逃离这片被宿命笼罩的空间，却发现无论怎样挣扎都无法摆脱那股令人窒息的压迫感，并且所有的魂体都已经无法逃脱出来，因为这是最终的宿命。萧炎和灵动沐尘站在空间的中心，三人的眼神坚毅而冷静，他们的神魂在不断扭曲的空间中显得异常醒目。那一只无形的巨大手掌已经朝着他们三人快速洞穿而来，所过之处任何东西都被毁灭，那些魂体顺着那只无形的手掌直接被吞噬到了后方的空洞之中。